核心剧情人物谢普方命运严重偏移，请宿主立即修正剧情。王妃，王妃，卖糖葫芦嘞，卖糖画嘞。王妃，您真的不打算告诉王爷您生病的事吗？这1个月，王爷都派了8拨人来打探您的情况了。每次听说您不肯见他，都要在剧里憋1夜的劲，手上的伤就没好过。有些事身不由己。破系统，狗系统，给的任务不清不楚的。我刚穿过来，连东南西北都没分清，上哪儿去找什么谢扶风？王妃，这姑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王爷名讳，还念叨什么奇奇怪怪的话。莫不是什么江湖邪门组织的人？要不要奴婢去叫人把她抓起来？不必，我突然想吃城南老字号的桂花糕了，你去帮我买2盒回来，然后直接回府就好。可是王妃，您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。放心吧，光天化日之下不会有事的。我知道谢扶风在哪儿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找谢扶风？你想干什么？没必要跟系统置气，他们只是一串冰冷的程序，气坏了自己也改不了任务规则。你怎么知道系统？难道你也是传来的？天哪，居然找到老乡了！你是什么时候传来的？我的系统只给了我一个攻略任务，完整剧情和世界观统统没给，简直坑人。没事，我都会告诉你。亲人，太感谢你了。对了，我叫江洛，你可以喊我洛洛。我叫宋清然，是安定王妃。安定王妃？你是安定王谢扶风的妻子？不是吧？我的任务可是攻略你老公啊！你不仅不防着我，还要帮我。难道你们俩感情不好，还是他强娶豪夺逼你嫁的？我跟你说，要是他敢欺负你，我肯定站在你这边。清然，我虽然接了这个破攻略任务，但要是你和王爷真心相爱，这任务我大不了不做了。拆人姻缘，我干不了这缺德事儿。王妃，王妃，王爷回来了。什么？王爷本在城外军营和袭封大将军议事，听闻您派人传信寻他，立马推了所有军务，快马加鞭赶了回来，此刻已经到府门外了。王爷，您不是和袭封将军议事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议事提前结束了，王妃可是在主院？回王爷，王妃在主院，还带了一位。刘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王爷怎么突然这么急着回来？还能怎么回事？王妃只传了句话，说等王爷晚上回府有事商议。王爷听了，立马就翻身上马往回赶。袭封将军跟在马后追了2里地都没拦住。难怪王妃最近对王爷诸多冷落，难怪王爷急成这样。听闻王妃寻本我，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。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是不是又没好好用膳？身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劳王爷挂心，我无事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大型修罗场？什么情况？王爷，今日请你来，是想商议一件事。这是我刚认的妹妹江洛，她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我打算让她留在府里。府中的事皆由你做主，这种事情无需跟我商议。我想让她暂时跟我住在一起，最近这段时间就劳烦王爷搬去偏殿些吧。宋清然，我们成婚没多久，你就为了一个刚认识的人要撵我走？王爷言重了，只是洛洛孤身一人，我陪着她更妥当些。宋清然，你好得很。
只是这次换谁更好。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王妃还在等着您呢。他眼里只有新任的妹妹，哪里还有我这个王爷？你们说，我是不是成婚之后变丑了？没有没有，王爷您风神俊朗，英姿飒爽，怎么会丑呢？全京城就没有比您更俊朗的郎君了。那为什么清然婚后没多久就开始疏远我了？如今连跟我住一个院子都不肯。难道爱真的会消失吗？王爷，爱不会消失，但会转移啊。狗系统，你瞎了吗？没看见人家夫妻情深，还给我派这种拆人姻缘的缺德任务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警告：宿主不得辱骂系统，否则将进行惩罚。惩罚？吓唬谁呢？你不是说现在穿越者稀缺吗？有本事你把我抹杀了！清然，王爷刚进门的时候虽然故作高冷，可看你的眼神都快腻出蜜来了，分明爱惨了你。你怎么对他这么冷漠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难道真的是他强取豪夺，你一点都不爱他？爱啊，怎么可能不爱？爱？那你还把他往外推？我很快就要脱离这个世界。什么？你要走了？是任务完成要回现代了。可是你这么爱他，舍得吗？舍不得也要舍得。我不得不走，而你刚好来了，或许这是你们的缘分。别，我才不要这种缘分！我属意的也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不想当小三。再说了，王爷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任谁也插不进去啊。这个玉如意看起来好值钱，还有这个花瓶，这个……天哪，这得值多少银子啊！要来了，王妃，您看江姑娘这跳脱的性子，见了宝贝眼睛发亮的模样，跟您当年简直一模一样。是啊，也许她就是上天派来替我继续陪着扶风的良人。王妃，您又难受了？我没事，你先下去吧。我会把我和谢扶风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你，以及他的喜好、他的习惯，好帮你完成攻略任务。你先让我搞清楚一件事，否则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。怎么了？从街上我就发现不对了，从长街到上马车不过几步路，你就累得气喘。还有这药也是调养身体，你身体似乎异常虚弱，根本不是正常脱离世界该有的样子。宋清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你骗人！我在现代可是学医的，你看起来就不对劲。你要是不告诉我实话，我就放弃攻略任务，大不了被系统抹杀。我是3年前穿越到这里的，绑定的主线任务是修正剧情线，辅佐原书太子铲除奸佞，顺利登基，确保故事结局和原书走向完全一致。你的系统居然交代这么清楚，比我的强多了。警告：不允许做无意义对比。3年里，我凭着对剧情的预知，避开危险，扫清了所有障碍，每一个任务节点都圆满完成，唯独一件事和原书结局背道而驰。什么事儿？原书里，谢扶风本该在最终的宫变里为护太子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所以你违背了剧情，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了，因为你爱上他了。是，因为爱上他了，爱上了这个嘴硬心软，把所有温柔都藏在冷硬外壳上的少年。当年我为了帮太子摘救命的灵药，在百步崖底迷了路，意外撞见了重伤坠崖奄奄一息的谢扶风。这系统给的什么破地图呀？为了给太子摘救命的灵药，我都在这鬼地方转了3天了。这是长平侯府的谢扶风。原剧情里，谢扶风遭奸人毒手坠崖，而后被手下救走。未来他会成为太子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。
谢家满门都被奸臣陷害，战死沙场，谢府上下就剩他一个人了。如今又被奸人迫害，坠落到这崖底，实在太惨了。反正他都会被救，我提前帮他一把，应该不算违背剧情吧。别碰我！喂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就这态度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谁知道你是不是那些奸人派来的杀手，想趁我重伤取我性命？就你现在这半条命都快没了的样子，我要是真想杀你，还用得着跟你废话？哼，你可以试试。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跟你计较。不过嘛，这救命之恩总得要还的。看你长得还算俊朗，不如就以身相许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别激动啊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可别死啊！别动，再动就真救不了了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乖乖听话。英雄好死不如赖活着嘛，我会轻一点。你忍一忍，上药会有点疼。下手的人也太狠了吧！我诅咒他们吃面没有卤，吃饭没有菜，真好啊！在我在家乡都看不到这么多星星。你是从哪个山沟沟里出来的？连星星都没见过。什么山沟沟？我家乡可比这里先进多了，是环境污染，懂不懂？说了你也不明白。想家了，还是想家里人了？我是孤儿，从小就没有家人。我现在也是了。谢家满门忠烈，尽数战死，如今就剩他一个人。谁说的？你现在有我这个救命恩人了，等你伤好了，还得给我当牛做马，以身相许呢。怎么会是一个人？侯爷，侯爷您在哪儿？有人来找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记得以身相许哦。后来我因为和太子走得近，被几个世家小姐围在角落里嘲讽刁难。哟，这不是宋姑娘吗？听说你和太子殿下走得很近啊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狐媚手段。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也敢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。我要是你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本侯的人，也轮得到你们评头论足？给他道歉！谢小侯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道歉！对不起，宋姑娘，我们错了。终于找到你了。谢扶风，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会被那些奸臣盯上的？你本来就因为谢家的事被他们处处针对，你还……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剧情发生偏移，原定与宿主无交集的长平侯谢福芳当众为宿主解围，提起反派势力注意，请宿主立刻修正剧情。完了！我知道了，我保证拉回剧情，绝对不会影响主线任务。你别催了。那就好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都怪你！怪我？我好心救你，你就这态度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好啦，别生气了，多谢英明神武的侯爷刚才帮我解围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哼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本侯就原谅你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发生什么了？后来，我为了套取奸臣谋反的证据，半夜翻闯进了谢扶风的军营。哇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军营守卫那么森严，你不怕被当成奸细抓起来啊？我当时也是没办法，那些证据只有谢扶风拿到了，
但我的确刚落地就被抓了个正着，我只好梗着脖子嘴硬，说自己是迷路了。谢扶风又气又笑，于是拎着我的脖子罚我给他当1个月的丫鬟抵罪。当丫鬟？他居然罚你当丫鬟，太过分了吧？说是罚我当丫鬟，其实哪里是丫鬟啊？那1个月，他带着我逛遍了整个京城，糖画、糖葫芦、桂花糕、冰镇酸梅汤，只要是我多看一眼的东西，他都会买下来，堆得手里都拿不下。那1个月，京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们并肩而行的影子。我那时候总告诉自己，等任务完成了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不要动心。可人心哪里是能控制得住的？这哪里是罚丫鬟，分明是宠上天了。这明明就是甜宠故事啊，怎么就发展成现在这样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后面的故事就比较惨了，确定要听吗？要听要听，你快说。这道划痕还是当年我拿着匕首跟谢扶风学防身术失手划上去的。那时候的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没心没肺，一直维护着剧情的发展，直到宫变前夕才猛然想到谢扶风的结局。我实在不忍心谢家世代忠良，却为了天下安宁满门战死，他们不该落得这样惨烈的结场。我更舍不得自己放在心尖上的人就这样葬身沙场。于是在那个他必死的宫变节点，我拼尽了所有，也要为他搏一丝生机。清然，你怎么样？别吓我！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没想到躲过那支箭，还是躲不过剧情。谢扶风，你可一定要撑住！警告！警告！核心剧情人物谢扶风未在原定节点死亡，剧情严重崩坏，请宿主立即停止干预，否则将启动惩罚机制。当时一定很痛。那时我顾不上其他，只顾得想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能为他搏一丝生机。清然姐，你太厉害了，勇敢坚韧，有勇有谋，对王爷的情谊更是让人感动。其实，他也早就为我暗中做了无数安排。扶风，宋清然并非关门贵女，按当朝规矩，不可能嫁入谢家做侯府主母。太子殿下，我想和您定下一个赌约。什么？若是宫变后我还活着，请您认宋清然为义妹，封她为郡主。如此我们便门当户对了。若是宫变失败，我死了，谢府的一切财富都将属于宋清然，保她一生衣食无忧。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？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能为她搏一片未来。王爷，您别生气了。您忘了宫变之时，王妃拼了命把您从死人堆里背出来，那份情谊绝不可能是假的。她突然疏远您，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多半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才惹她生气了。王爷，这是您特意为王妃买回来的桂花糕，方才走得急，忘了给王妃送去。这桂花糕得来不易，浪费了实在可惜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再去见一见他吧。居然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，纯赌徒啊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冷硬偏执，杀伐果决，但其实他也极其纯粹。一旦爱上了，就坚定又决绝，愿意付出一切。那之后呢？宫变落幕，太子顺利登基。谢扶风因定鼎之功被封为安定王，权倾朝野。金羽殿上，新帝问他想要什么封赏，加官进爵，金银万顷，都可以应你。谢扶风，你护国有功，真要重重赏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陛下，臣不求高官厚禄，也不求金银万顷，臣只求陛下赐下一道婚旨，准许臣娶卓安郡主宋清然为妻。这卓安郡主说到底只是一个民间女子，
怎么配得上安定王妃之位？陛下皇恩浩荡，可这卓安郡主配安定王，的确是有些不够格呀。臣此生唯愿与宋清然一人共白首，生生世世，非他不娶。好，朕就成全你。朕今日就下旨，赐你与卓安郡主成婚。大婚那日，整个京城都无比热闹，红装10里，从皇宫门口一直铺到安定王府。安定王真是好福气啊，娶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郡主。听说王爷为了这场婚礼，把半个京城的红绸都买光了。既然我终于娶到你了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故以身相许。好吧，看在你长得这么好看的份上，我接受了。扶风，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清然，我谢扶风在此立誓，此生唯你一人，绝无二心。生同心，死同血，生死相随，永不分离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警告！核心剧情篡改，人物谢扶阳命运严重偏移，宿主宋清然主线任务判定失败，惩罚机制立即启动，宿主将在半年内身体逐步衰竭，神魂剥离本世界，直至彻底消亡。什么狗屁系统？就因为比原剧情多活了一个人，你就要死？什么？清然，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要小死？没什么，洛洛在讲他家乡的话本，里面的情节有些离奇罢了。话本？什么样的话本能让你脸色瞬间白成这样？我怎么不知道你喜欢听这种妄论生死的话本故事？清然，王爷，姑娘家之间的话题向来跳脱，我近来口味喜好皆发生了变化，你不知道也很正常。若是王爷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回吧，我累了，想歇歇。累？我才刚进来，连一盏茶的功夫都不到，你就撵我走？宋清然，你如今就这么不想看见我，就这么巴不得我离你远远的？你的口味喜好发生了变化，是不是？连对我的喜欢也变了？王爷想多了，我只是想多跟洛洛聊聊天。好，好的很。那我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王妃眼里只有你这个刚正的妹妹，这些东西就给你了。我猜的没错，这应该全是你爱吃的。他都气成那样了，心里记挂的还是你。清然，明明你们都这么深爱对方，为什么要互相折磨？我不能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我太了解他了，他偏执、极端、认死理。当年宫变，他心里憋着一股劲，身受重伤都不肯退一步。为了娶我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立誓此生不娶他人。为了我，拿自己的性命去赌一个1/1000的可能。我怕他知道真相后会承受不住，更怕等我走了，他会毫不犹豫地追随我而去。可我想要他好好活着。王妃，奴婢扶您回屋歇息吧。您今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身子怎么受得了啊？原来不是不爱，只是爱得太深了。他故意冷淡谢扶风，甚至帮我攻略他，就是想让谢扶风讨厌他、恨他，以为这样等他走了，他就不会太难过。可是他们的感情早就刻进了骨子里，这样互相折磨的计划真的能成功吗？谢扶风总说我睡觉不老实，每晚都要把我圈在怀里。现在少了他，
居然连入睡都成了难事。明明我以前睡眠质量很好的，坏蛋谢夫妇。是谁？是谁？谢扶风，你半夜不回自己住处，跑到我寝殿来做什么？怎么，本王回自己的寝房睡觉，还要跟王妃报备不成？这是我的寝殿，你的寝殿在偏殿，你走错地方了。整个安定王府都是我的，我想睡哪就睡哪。再说，哪有夫妻分房睡的道理？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谢扶风惧内。你别闹了，快回偏殿去。谢扶风，我不去，我干嘛放着暖和的寝殿不睡，去睡那冷飕飕没人气的偏殿？就算你要照顾那个莫名其妙的妹妹，可你俩又不睡一起。再说，我凭什么要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离开你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这段时间你去偏殿睡吗？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答应。谢扶风，你怎么跟以前一样，惯会耍无赖？跟以前一样，什么都没变。可为什么你好像不行？我哪有？夜深了，你快去休息吧，别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按到了你的旧伤？没事，就是不小心岔气了。你那点力气怎么可能伤到我？别担心，清然，让我靠一会儿。我已经好久没这么抱过你了。这段日子你对我很疏离，每次想到你冷漠的样子，我都很难过。一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都是你。你有什么想法都告诉我好不好？只要你说，我都干。扶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是不是着凉了？我这就去叫大夫。是，不用叫大夫。王爷，你身上有伤，该好好静养，还是去偏殿歇息吧。可我在这里才能好好休息。但你在这里会打扰我休息。你好好休息，本王就不打扰王妃了。对不起。昨天清然就喝了小半碗粥，今天这个莲子根炖的糯糯的，应该能多吃2口。希望他今天心情能好点，别总一个人闷着。你说咱们王爷也太倔了。昨天我给他整理铠甲，看见他腰上那条护伤锦带都磨破边了，边缘的丝线都起毛了。我劝他换条新的。库房里绣娘新做了10几条，花样比这个好看10倍，结果被王爷一眼瞪回来了，吓得我赶紧闭嘴。你是上个月新来的，不知道这里头的门道。咱们王爷这辈子除了王妃亲手缝的护伤锦带，别的别说戴了，看都不肯多看一眼。尤其你说的那条磨破边的，那可是宝贝，王爷可是须臾不离身的。护伤锦带，感觉有故事。洛洛来了，快坐。清然，你在绣东西啊？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正巧听见侍卫们说，王爷的护伤锦带只认你亲手缝的，别的绣娘做的再好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这是什么唯你一人的专情啊？也太让人激动了吧！他这人念旧罢了，用惯了的东西就不肯换，脾气又倔得很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来，我教你缝，把该注意的都一一教给你。以后他的锦带就由你来缝了，这是他最贴身的东西，你一定要用心选。该死的任务！我一个连针都拿不稳的人，居然要学缝护伤锦带！系统，你个坑货，你怎么不直接让我去上天啊？警告！检测到宿主消极怠工，辱骂系统，进行1次警告。谁管你？这护伤锦带必须用江南上贡的素白横绸，料子要选最软最密的那种，不能有一点杂质。
拿到料子，先要拿温水泡3遍，每一遍都要泡够1个时辰，去尽里面的生姜，不然晒干了会发硬，磨到伤口。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，我还以为随便捡块布缝起来就行了呢，没想到缝个锦带都这么麻烦。泡好晒干之后，不能直接用，要放在手里反复揉搓，揉得跟云朵一样绵软，才能下针。他左胸的旧伤虽然长合了，可皮肉一直敏感得很，半点硬东西都磨不得。你好细心啊，连这种小事都记得这么清楚。习惯了。记得针脚要用反向藏针法，每一针都要藏在绸面夹层里，不能有一丝凸起的线结，不然骑马挥刀的时候就会磨出红痕。对应他旧伤的位置，要多垫2层晒过3日阳光的羊绒，羊绒要拍得蓬松，不能结块，这样才能既护住伤口，又不会硌得慌。难怪谢扶风不愿意用别的锦带，想必没有任何绣娘会知道这些细节。清然对王爷的爱都藏在了这些细枝末节里，两个人明明爱到了这个地步，为什么却不能在一起？臭系统，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救他吗？怎么了？手扎到了？给我看看。没有，没扎到。我就是觉得，原来缝个锦带都有这么多讲究。清然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和王爷那条锦带的故事呢。王爷，王妃后来也给您织过好多新的，针脚比这条好多了，花样也好看。为什么单单这一条一直留着？宋姑娘，这剑上的毒太过霸道，后爷能不能醒过来，全看这3天的造化了。另外，为了避免翻身扯裂伤口，必须用锦带固定住。只是这边境之地条件艰苦，最近伤兵又多，怕是找不到合适的锦带。谢扶风，你可一定要撑住啊！浮生换满天流萤，朝夕微光，谁眼中倒影？回眸不舍离去，不就是针线活吗？我可以的。心上听起，下一世与你永不分离。完成了，虽然有点丑，但总比没有强。烟花落尽，你挑灯回看。谢扶风，你可得快点醒过来，这可是本姑娘第一次缝东西，手都扎成马蜂窝了。你要是不醒，就太不给面子了。曲终就此各离散。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你给我缝的？不然呢？这军营里还有谁有本姑娘这手艺？我跟你说，本姑娘天赋异禀，第一次缝就缝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第一。这一条是他扎了满手的血，熬了一个通宵给我缝出来的。我这辈子就只认这一条锦带，也只认他这一个人。不错，学得很快，练几次就能缝得很好了。你将这条锦带给他送过去吧。我去？这明明是你亲手缝的，你自己送去多好啊！他的事情以后就都交给你了。明明是自己关心王爷做的，如今却偏偏要让我送去，连这点念想都不肯留，真是要急死我了。这年头磕个 CP 可真难啊！不行不行，这让我怎么送得出去啊？我能理解清然，可我实在是做不到厚颜无耻的说是我绣的。但
但是又不能直接告诉王爷实情。老天啊，谁来救救我！管家，麻烦你把这条锦带放到王爷的书房里吧。江姑娘，这是您给王爷缝的吗？我先走了，这个就麻烦您赶紧送去吧。我就知道，清然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嘴上赶我走，背地里却给我缝了新的锦带，口是心非，跟以前一模一样，嘴比针还硬。这针脚一看就是他做的，他既然愿意送来，肯定是不生我气了吧？我这就去找他。管家，王妃今日来找我，怎么没人告诉我？她什么时候来的？王爷，王妃今日没有来过书房，这锦带是江姑娘送的。说什么？王妃今日没有来过书房，这锦带是江姑娘送的。说什么？回王爷，是江洛姑娘亲手送来的，老奴不敢欺瞒王爷，句句属实。宋青山，我当年初学缝锦带的时候，可没你这般聪慧灵巧，前后缝坏了10几块上好的行刺，越缝越心烦，最后气鼓鼓直接把针线框都掀了，反倒不小心让手上扎进了针线框的木毛刺。然后呢？王爷当时是什么反应？他呀，起先就安安静静坐在一旁，撑着下巴看着我笑。等我朝他撒气时，便轻轻拉过我的手，耐着性子一点点替我挑出掌心里的毛刺，还故意打趣我。性子真倔，嘴比针还要硬。神仙爱情啊，磕到了，磕死我了！不会天真那一刻，才能逃出因果。又一次擦肩过，隔着千年做场梦，不醒来看不破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王爷怎么突然来了？今日不用去军营议事吗？你说呢？宋清然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，想要彻底甩开我？连我贴身佩戴的护伤锦带，你都让别的女人送过来？不是的，王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这条锦带，洛洛手巧，心思也细腻，针脚比我缝得整齐好看，比我更适合给王爷做这些贴身物件。你说什么？这条锦带是他做的？是洛洛亲手做的。王爷若是喜欢，往后这类贴身物件便都让他给你缝制。宋清然，你就这么想把我推给别的女人？在你心里，究竟算什么？你就这么想把我推给别的女人？在你心里，我究竟算什么？王爷金尊玉贵，自然值得更好的。不要！别人缝的锦带，就算绣出花来，我也半点不稀罕。你还记得他吗？这条锦带是你当年守在边境军帐，熬了一个通宵，扎得满手针眼为我缝的第一条锦带。哪怕针脚粗糙，样式简陋，可对我而言，却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不过是旧物一件，既然陈旧磨损了，该扔便扔。王爷何必如此执迷？所以在你眼里，旧的东西就该舍弃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成了你眼里的旧人？如今你也想随手把我丢掉？警告！核心剧情人物谢福芳命运严重偏移，请宿主立即修正剧情。宋清然，这辈子我就只认你亲手缝的锦带，
这条旧锦带，就算日后他把我磨得血肉模糊，我也绝不会丢弃。你何苦这么为难自己？那又怎样？无论结果，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我心甘情愿。往后除了王妃亲手送来的东西，旁人任何物件都不准送到我跟前。谁敢违例，军法处置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往后除了王妃亲手送来的东西，旁人任何物件都不准送到我跟前。谁敢违例，以军法处置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清然姐，你醒醒吧！王爷哪里是放不下一条旧锦带，他自始至终放不下、离不开的，从来都只有你一人啊！越是靠近，日后他便越是痛。疏远，是我唯一能为他铺好的路。你明明也爱他爱到骨子里，明明把他身上每一处旧伤、每一点喜好都刻在了心底，偏偏要逼自己冷漠疏离，既逼迫自己也折磨他，到底是图什么？我从前常跟他说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人这一辈子该是什么命，都是定数，不必强求。可轮到他身上，我半分险都不敢冒。洛洛，我宁愿他此刻恨我、怨我，往后慢慢忘了我，只要他能平平安安、无灾无难，长长久久地活下去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从王府回来就拉着个脸，跟谁欠了你800两银子似的。我听卫青说，你今日跟清然发了好大的火。我听卫青说，你今日跟清然发了好大的火，又跟清然闹别扭了。你俩也是我看着一路过来的，明明对彼此情深意重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好好的一对璧人，现在怎么闹成这个样子？他如今嫌我旧了，执意想把我推给别的女人。别的女人？难道是近期住进王府的那个江洛？他到底什么来头？平白无故一个外人住进王府，还掺和你们二人之间的事，我这就去会会他，看看是什么人敢搅和你俩的感情。等一下，等什么等？你都半死不活了还等？你该不会真的对那个江洛动心了吧？我错了，我一直觉得不对劲，这锦带到底怎么了？你看这针脚，还有对应旧伤位置加厚缝制的手法。当初清然为我缝第一条锦带，便是因为我胸前的剑伤，所以他总是会特意在伤处加密针脚，铺垫软绸，生怕磨到伤口。这个习惯是独属于他的印记，改不掉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条锦带其实是清然亲手缝的，可他故意让江洛送给你，还骗你说是江洛缝的，他图什么呀？这条锦带其实是清然亲手缝的，可他故意让江洛送给你，还骗你说是江洛缝的，他图什么呀？卫青，王爷，你有何吩咐？你现在立刻去查一下，看看最近王妃都见了什么人，去了什么地方，身体状况如何，事无巨细，全部都要查清楚，任何情况都不能漏下。我要知道他到底瞒着我什么事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查。你也别太着急，清然那么爱你，如果真有什么事情瞒着你，肯定也是有原因的，说不定是不想让你担心。
我担心的正是这个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情况一定很严重，否则他不会这么对我。还是说，他真的想我救我？你别瞎想了，一贯雷厉风行的安定王什么时候这么没自信？安心等卫青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。对了，3天后的皇家马球赛你就别去了。太医都说了，你的旧伤还没好利索，不能剧烈运动，万一再崩裂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，你要去？你疯了吗？不要命了？听说今天有马球赛，皇家教场那边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，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参加？你要不要去看看？不去，他身上的旧伤还没好，太医不会允许他参加这种激烈运动。王妃，王妃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王爷出事了！皇家教场那边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，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参加？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清然，你眼睛都快飞到窗外了，想去看就去嘛。反正今天那么多人，咱们混在人群里，没人会注意到的。我才不想去看他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那么大的人，自己行事有分寸。王妃，王妃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王爷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回王妃，王爷在马球赛上跟人抢球，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，旧伤当场崩裂，流了好多血，现在已经被紧急送回王府偏殿了。他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伤，为什么还要去参加马球赛？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？王妃，我们都劝了，可是王爷不听啊。他说这场马球赛是为您打的，一定要赢了给您看。欣然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。不敢当，你那么能耐，跟我道什么歉？你就继续这样好了，反正受伤的又不是我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瞒着你独自设想了。你说，你要怎样才会原谅我？我一定做。下次再也不瞒着你独自设想。你说，你要怎样才会原谅我？我一定做。欣然，谢扶风，不许撒娇。想让我原谅你也行。3天后的军营马球赛，你要是能赢，我就不生气了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肯定能拿第1名。你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至于这么拼吗？我胆汁都要吐出来了。那你就乖乖认输。无论如何，这场比赛我一定会赢。得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我用膝盖想都知道，你肯定是为了宋清然。我不行了，刚刚马上停空那一下真是吓坏我了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清然，我赢了。你说过的，我赢了就原谅我。你这个傻子，他是想跟3年前一样，用这种方式跟我道歉。这个笨蛋，他什么都没做错，该道歉的明明是我。谢扶风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谢扶风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谢扶风。
谢扶风，你骗我！欣然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旧伤确实崩裂了一点，但是没有卫青说的没那么严重。我让他那样说，就是太想你了，想让你过来看看我。你的伤，前几日是我不好，不该对你发脾气，说了重话惹你伤心。我跟你道歉，你别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谢扶风，对不起，明明是我故意疏远你，你却总是这样包容迁就我，事事顺着我，你让我怎么办才好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欣然，别哭了，是我不好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欣然，别哭了，是我不好。宿主宋清然，主线任务判定失败，将在半年内身体逐步衰竭，神魂剥离本世界，直至彻底消亡。谢扶风，你可知你这般行事有多不负责任？欣然，你明知道胸口的旧伤尚未痊愈，经不起剧烈奔波拉扯，为什么还要执意参加马球赛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旧伤真的彻底崩裂怎么办？你怎么能这样拿自己的性命和身体开玩笑？欣然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错了，只是方才被你猛地一推，牵扯到了伤口，忽然疼得更厉害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势加重了？我立刻让人去请太医。太医方才已经来看过了，叮嘱我要安心静养，不可动气操劳，还得有人贴身照料才行。欣然，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你能不能暂且留下来照顾我几日？我真的疼得厉害，稍微动一动便牵扯难忍。若是夜里无人照看，我万一翻身不慎扯裂伤口，再像从前那样昏迷不醒，可怎么办？欣然，你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欣然，你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留下来照顾你几日。等你伤口好些了，我还是要回主院。欣然，我手疼，抬不起来，一用力伤口就扯得慌，你喂我好不好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柔弱了？你攥着我衣角干嘛？松开我翻不了页了。我不，攥着才安心，一松开你就跑了。算了，就让我贪恋这几天吧。能这样安安静静陪着他，哪怕只有几天也好。别在那儿傻笑了，过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只要是你做的，什么味道我都喝得下去。什么话？我做饭哪有那么难吃？王爷跟王妃和好了可真好，这王府里终于又有欢笑声了。欣然，就这样一直陪着我，好不好？欣然，就这样一直陪着我，好不好？我也想啊，我也想一直陪着你，想陪你看一辈子的日出日落，想跟你一起白头偕老。可是我不能，我不能拖累你。我多么奢望这样的日子可以再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欣然，不管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，又或者真的只是对我厌倦了，我都会努力，努力更加爱你，努力把你留在我身边。
我不会放开你的手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会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清然姐，这满院子的蔷薇也太好看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开得这么盛的蔷薇花。清然姐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？难得看你笑得这么开心。这里是他当年专门为我弄的。怎么能这么热啊？这什么天气？好怀念老家的生活。院墙爬满了蔷薇，夏天坐在花架下面啃冰西瓜，别提有舒服了。哪像这里，热的人都快融化了。娇气。宋欣然，让你说我娇气，看你还敢不敢？怎么这么热啊？谢扶风，你干嘛？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谢扶风，你干嘛？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些蔷薇花哪里来的？宋姑娘，这些都是侯爷让人快马加鞭从江南运过来的上百株蔷薇老桩，他亲自带人一棵一棵栽的，还特意请了工匠搭了这个凉棚。为了种这些蔷薇，侯爷连平时练枪的西教场都推平了一半呢。你别听他胡说，反正这块地空着也是空着，随便种点东西，主要是为了让你能安静一会儿，老老实实的啃你的冰西瓜，省得你总喊热，喊得我练枪都不安生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？也太甜了吧！后来花架搭好了，蔷薇也爬满了院墙，我就天天拉着它在这里下棋。那时候我棋艺差得很，却偏偏喜欢跟他下，还总跟他打赌。那你赢过吗？不算不算，这盘不算。刚才有个虫子飞到我脸上，影响我发挥了。再来一盘。要是这次我赢了，你就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算就不算。不过不用打赌了，不管输赢，你的任何要求我都答应。真的？任何要求都答应？真的。那要是我想在这里看一辈子的蔷薇花呢？那我就给你守一辈子的蔷薇花。那要是我想在这里看一辈子的蔷薇花呢？那我就给你守一辈子的蔷薇花架。清然，这几天你们两个人的快乐，全府的人都看到了。你们两个一起过得多开心啊！王爷看您的眼神跟掺了蜂蜜似的，你脸上的笑容也比之前多了超级多。清然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怕什么，你怕自己陪不了他多久，怕你走了以后他会难过，所以才想提前推开他，让他对你死心，慢慢忘了你。可是，无论最终要做什么选择，那都是王爷自己的事情。但他作为你的夫君，作为当事人，他有知情的权利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到最后你的计划并没有成功，王爷依旧很爱你，依旧忘不了你，那这最后的时光，你们没有一起幸福的度过，岂不是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，也成了您一辈子的遗憾？洛洛说的也有道理，或许我应该告诉他真相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面对。清然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清然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清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就去叫太医。看来我的身体开始恶化了，别叫太医，
洛洛，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谢扶风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副样子。两个人分明如此相爱，爱到了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，却不能白头到老。系统里真是坏事做尽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清然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你最喜欢的城南老字号的桂花糕，还是热乎的呢？清然，你在哪儿？宋清然，清然，你在哪儿？王妃的事情，王妃去哪了？回王爷，王妃傍晚的时候就收拾东西搬回去了，还吩咐我们没有她的允许，不准任何人打扰。还吩咐我们没有她的允许，不准任何人打扰。清然，是我。你开门，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？清然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开门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，你别这样躲着我。王爷请回吧，我累了，想歇歇了。清然，为什么？白天还好好的，你还在照顾我，还在对着我笑。为什么突然就搬走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王爷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需要我再照顾了。这几日跟王爷待在一起，让我疲惫得很。我想要一个人待着，好好休息。清然，你说的不是真心话，对不对？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王爷请回吧。王爷，先前您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快说，王妃到底怎么了？她都接触了什么人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回王爷，属下查了王妃近些日子的行踪，发现王妃除了跟江姑娘接触，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府里的药房，还有她偷偷见过几次给王府看诊的陈太医，每次都是避开所有人偷偷见面的。陈太医？她见陈太医做什么？她生病了？属下也去问了陈太医，可陈太医口风很紧，只说王妃是找他问了一些调理身体的方子，别的半个字都不肯透露。属下还查了药房的抓药记录，王妃确实让侍女去抓过几副调理身体的药，可药方都是巫补的，看不出什么问题。如果只是普通的调理身体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为什么她要因为这个一次次推开我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继续查，去查陈太医的医案，查他最近给王妃诊脉的所有记录，查王妃抓的每一副药到底是治什么的，还有那个江洛也给我查，查他的来历，查他到底是什么人，查他天天跟王妃在一起都跟王妃说了什么，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一字不差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清人，不管你到底生了什么病，不管你到底在怕什么，我都一定会查清楚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。我说到做到。清然，你要是想王爷，就去看看他吧。自从上次你把他赶走，你已经好几天不见他了。你这样折磨他，也折磨你自己，何必呢？长痛不如短痛。
现在他难过一阵子，总好过以后难过一辈子。等我走了，时间久了，他总会忘了我的。时间久了，他总会忘了我的。谢凌风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这条命是当年宋清然硬生生从鬼门关拉回来的，你就这么糟践自己，对得起他吗？是啊，他拼命把我救回来，可是如今，西风，既然他好像真的不要我了，我就不信他说不爱就不爱了。你们俩经历了那么多生生死死，感情哪能说断就断？我猜你肯定也不信，这里面一定有事儿。我知道他有事瞒着我，可是我还没查出来。他现在对我已经越来越冷漠了，什么都不肯跟我说，也不肯再见我。那个陈太医跟我家老爷子是旧识，过命的交情，我已经让人去问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查出来清然到底瞒着你什么事了。你别再这样垂头丧气了，打起精神来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能查到？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清然，这2日是京城的百花节，听说可热闹了，整条街都摆满了花，还有那个绘画凤凰的糖画师傅，杂耍班子，卖兔子灯和糖葫芦的，可好玩了。咱们出去逛逛好不好？就当散散心。卖兔子灯和糖葫芦的，可好玩了。咱们出去逛逛好不好？就当散散心。不了，我身子不太舒服，就不出去凑这个热闹了。你要是想去，就让管家陪你去逛逛吧，多带点银子，喜欢什么就买什么。哎呀，清然姐，你就当陪我去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啊！外面阳光好，花香浓，出去散散心，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啊。就逛一小会儿，累了咱们就立刻回来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清然姐，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，再这样闷下去，我也会闷出病来的呀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去逛一逛。太好了，清然姐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下，咱们立刻出门。清然，那边有糖画摊，咱们去买糖画吧。哎，那边有杂戏帮子，你快看，要不要去看看热闹？清然，你想吃糖葫芦对不对？我去给你买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，千万别走开。不用了，洛洛。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人间笑容更是你的哇，居然有糖画！谢福芳，你快看！糖画有什么好看的？宋清然，你们，你小心些，人这么多，别跑丢了。好好抓住，我带你去看。哦。谢扶风，以后年年百花节，我们都要一起逛，好不好？好，年年都陪你逛。你要是喜欢，整条街的花我都给你包下来。宋清然，你说话不算话。
我何时说话不算话了？去年的百花节是你亲口说的，以后年年都要跟我一起逛。可今年你逛百花节却不带上我，我在王府等了你一早上，又跑到这条街上找了你整整2个时辰。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原谅你。这些天我吃不下睡不着，每天都在想你，想我们以前一起经历过的所有事情，想你现在和以前的变化。对了，记得以身相许哦。本侯的人也轮得到你们评头论足。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给我放胆，唯愿与宋欣然一人共白首，生生世世，非他不娶。好，朕就成全你，朕今日就下旨，赐你与卓安郡主成婚。欣然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欣然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是我此生认定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扶风，你今天是百花节，我们一起逛一逛，好不好？今天是百花节，我们一起逛一逛，好不好？走，我带你去买花。想要什么图案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要兔子？麻烦给我画一只最大的兔子。谢夫妇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会舍不得离开。把那束白蔷薇包起来，还有那束粉色的芍药也要。买这么多，拿不完了别买了。没事，当年答应过你的。桃葫芦、桂花糕、冰镇酸梅汤，只要是我多看一眼的东西，他都会买下来，堆在手里都拿不完。你要是喜欢，整条街的花我都给你包下来，这点算什么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都给你买。谢夫妇，你别对我这么好，你对我越好，我就越舍不得走。谢夫妇，你别对我这么好，你对我越好，我就越舍不得走。累了吧？靠在我身上歇一会儿，到家了我叫你。就这一天，谢夫妇，就让我再贪恋这一天的温柔。等过了今天，我就再也不打扰你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的，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看你累的，脸都白了，早知道就不逛那么久了。扶风，我有些烦，想先睡了。你也早点回去歇息吧，明天还要处理军务，别熬太晚了。我让厨房给你炖了燕窝，加了你喜欢的冰糖和百合，我去给你端过来，喝了再睡。欣然姐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，怎么吐了这么多血？快收拾地上的血迹，别让谢扶风看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收拾地上的血迹，别让谢扶风看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欣然，怎么锁门了？我给你端了燕窝过来，你不是最喜欢喝这个了吗？夜深了，我已经歇下了，王爷请回吧。宋欣然，你到底在躲什么？白天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一回来就把我锁在门外？宋欣然，你把门打开，你跟我说清楚。宋欣然，你真狠。洛洛，这一次我真的要彻底失去他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洛洛，这一次我真的要彻底失去他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好疼，扶风，我好疼。指尖的瞬息，使得你一颗泪。我想让他暂时跟我住在一起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就劳烦王爷搬去偏殿些吧。王爷，姑娘家之间的话题向来跳脱，我近来口味喜好皆发生了变化，你不知道也很正常。若是王爷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回吧，我累了，想歇歇了。但你在这里会打扰我休息。对不起，扶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躲着你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心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怪你，欣然，我从来都没怪过你。王爷，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回王爷，属下查清楚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了。王爷，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回王爷，属下查到了，王妃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而是3年前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的。王妃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是辅佐当今陛下登基。宫变之时，本是您必死的节点，按照原本的命数，您会在宫变中被乱箭射死。但继续说，但王妃擅自改了剧情，把您救了下来。也因为这个，王妃被她身上的那个系统判定为任务失败。任务失败的后果是什么？后果是半年内神魂剥离，油尽灯枯，彻底消亡。神医呢？我让你找的神医找到了吗？有没有办法能救他？回王爷，属下已经寻到了3位隐居在深山里的神医，都是当年给先皇看过诊的国手，现在正在快马加鞭往京城赶。只是几位神医都说，这不是凡间的病症，是神魂受损，药石罔医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无能为力，继续找，哪怕是翻遍整个天下，踏遍每一座名山大川，找遍每一个隐居的神医方式，都要找。哪怕是闯地狱，跟阎王爷抢人，本王也要把他救回来。
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带走。她是我的妻子，这辈子都是。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带走。她是我的妻子，这辈子都是。竟然是为了救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是我害了他。谢扶风，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把你的王府改成酒楼，天天在你坟前吃火锅。当年宫变，他扑在我身上替我挡箭的时候，我曾发誓要护他一辈子。没想到，最终害死他的人，居然就是我。扶风，我有些乏，想先睡了。你也早点回去歇息吧，明天还要处理军务，不要太晚了。我让厨房给你炖了燕窝，加了你喜欢的冰糖和百合，我去给你端过来，喝了再睡。王爷，这是您叮嘱给王妃做的燕窝。青然姐，对不起，青然，对不起。我之所以装作毫不知情跟你置气，是因为我怕一旦戳破真相，你连最后这点强撑着活下去的念想都没了。我怕你会更快的离开我。我发誓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遍访天下名医，寻访方士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哪怕要我拿自己的命去换，我也会救你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，即便是黄泉路上，我也会陪着你。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哪怕要我拿自己的命去换，我也会救你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，即便是黄泉路上，我也会陪着你。这个玉佩能换2两银子，这个镯子能换3两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太少了，得再去淘点值钱的东西，不然都不够给青岩界买100年老参的。那个黑心的药铺老板，居然敢卖我50两银子一根，真是抢钱！你就是搅和扶风和青然的那个女人，降落！这人谁啊？干嘛火气这么大？等等，什么叫搅和？这是把我当成挖墙脚的小三啊！检测到关键人物出现，正在加载数据。数据错误，系统故障。什么乱七八糟东西，不中用的系统。还有你眼瞎啊？哪只眼睛看见我插足他们感情了？我是来帮忙的，不是来加入他们的。你胡说！若不是你，
清然怎么会突然疏远胡枫？肯定是你在背后挑拨离间，想趁机上位当王妃。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休想！我挑拨离间？我看你才是脑子不好使。要是真想当王妃，我还天天围着清然姐转，我早就去扒着王爷不放了。两位息怒，息怒啊！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要是让王爷和王妃看见了，又要担心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吵起来了？清然，你可别被这个女人蛊惑了，她肯定没安好心，就是她挑拨你和扶风的关系。我没安好心，我看你才是添乱的那个。敢不敢我打个赌？就赌我是真心帮清然的。要是你输了，就给我当1个月的跟班，拎包付款，随叫随到。敢不敢我打个赌？就赌我是真心帮清然的。要是你输了，就给我当1个月的跟班，拎包付款，随叫随到。好，我跟你赌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。要是你输了，立刻滚出王府，永远不准再靠近这里。管家，你说我来王府这么久，是跟王妃在一起的时间多，还是跟王爷在一起的时间多？齐将军，江姑娘自打来了府里，几乎没有单独找过王爷，每日都是陪着王妃的，陪王妃吃饭，陪王妃散步，陪王妃说话解闷儿。那肯定是你想从清然下手，博取她的信任，再趁机接近扶风。这种手段我见多了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马蹄子踩了？我要是真想勾引王爷，天天给他送汤送水，嘘寒问暖，不比围着清然强。我不信，管家说的不能算，说不定他已经被你收买了。请苍天辨忠奸，老奴怎么可能被收买呢？老奴可是一心向着王爷的。无所谓，你可以随便找其他人问。你们来说。齐将军，江姑娘天天陪着王妃熬药，给王妃讲笑话解闷儿，对王妃可好了。江姑娘从来没有主动找过王爷，有时候王爷来了，江姑娘还会主动避开，给他们俩留空间。西风，洛洛是我的朋友，这段时间幸亏有他陪着我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。他是真心帮我的。怎么样？是在下鲁莽，错怪了江姑娘。赔罪就不必了，就是别忘了我们刚刚打的赌，你可是输了，记得履行承诺。愿赌服输，我西风说话算话，自然不会赖账。我先去找扶风，告辞。清然姐，这个傻大个是谁啊？脑子一根筋，还这么容易脸红。他是袭封，曾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辅佐太子登基，如今是镇国大将军。性子直，没什么坏心眼儿，就是太冲动了。你呀，就别故意逗他了。你还顾得上管别人呢？看看你自己，都虚弱成什么样子了。他是袭封，曾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辅佐太子登基，如今是镇国大将军。你呀，就别故意逗他了。你还顾得上管别人呢？看看你自己，都虚弱成什么样子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昨天逛了一天，有点累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清然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你别不爱听。你总想着刻意疏远王爷，让他对你死了心，以后你不在了，他能好好过日子。可是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越推开他，他越熬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搞不好没等他对你心生厌愤，他先把自己的身子熬垮了，说不定会比你先去见阎王爷。别胡说，他身体好得很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可不是吓唬你。你想想，他天天不吃不喝不睡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。你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吗？
谢凌风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像什么话？堂堂安定王搞得跟街边醉汉一样，你对得起清然吗？对得起那些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吗？清然都不想见我什么样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等清然走了，我就跟着他一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清然还在等着你救他呢。你再这么自甘堕落下去，清然只会越来越失望，到时候真的就再也不想理你了。难道想让他看见你这副鬼样子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投降，我还要救清然，我还要。扶风，你没事吧？来人啊，快传太医！我还要救清然，我还要。来人，都来人，快传太医！王爷出事了！别声张，千万别告诉清然。我知道，你先别说话，撑住身子，太医马上就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西将军，王爷常年心绪郁结，过度操劳，又日夜忧思劳神，早已心力交瘁，元气耗损殆尽。老夫等几人合力诊治，也已是回天乏术，还是尽早为王爷准备后事吧。原来是梦吗？沁然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扶风，沁然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别怕，沁然，没事，都是梦而已。我在这里陪着你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谢凌风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你要是敢死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我混蛋，都是我不好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回王妃，王爷心疼您身子拆弱，又怕您夜里独自睡不安心。这些日子，王爷每天夜里都会悄悄过来守在卧房外，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夜，待到天快辍响，才会悄悄离开。你先退下吧，这里有我就好。扶风，对不起。你先退下吧，这里有我就好。之前是我任性执拗，刻意对你冷淡疏离，甚至总是冷言冷语，刻意推开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独自熬了那么多日夜。往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，我不会再躲着你，更不会再故意伤你的心了。傻丫头，我从来没怪过你。不管你是疏离我，还是刻意冷落我，只要那个人是你，我便什么都能包容，什么委屈都甘愿受着。只要你愿意留在我身边，我便满心欢喜了。一直以来，我只希望自己死后扶风能熬过一些，却忽略了他如今承受的万般痛苦。是我错了，对不起扶风。扶风，剩下的日子我会好好陪着你，不会再推开你。沁然，你放心，就算拼尽一切，我也会护住你。
扶风，清然，你怎么来了？练了这么久，肯定累了吧？喝点水歇一歇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好吧，既然你觉得是在做梦，那我就先回去，不打扰你继续做美梦了。不要，就算是梦，我也绝不会放手。这辈子，往后余生，我对你宋清然永远都不会放手半步。我看你今日的枪法似乎慢了几分，你身手是不是退步了？好像没以前那么帅了。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太阳光太亮，让你没看清楚。我肯定没退步，而且肯定比以前帅。是，你最帅了，比以前还帅，简直帅没边了。还记得你刚开始学着做颈带的时候，针脚歪歪扭扭，穿个线都要半天。我还打趣你手笨，那时候的我肯定想不到，如今的你不仅绣工娴熟，就连做的颈带也这么好看。还不是因为你身上总是带伤，我总要学会做，才能给你包扎呀。清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该说谢谢的人是我，一直以来都是你默默为我付出，事事迁就我，护着我。既然我们都为彼此付出了这么多，那以后咱俩就这样一直彼此纠缠下去，好不好？怎么最近总是咳嗽？是不是在花架下坐得太久，被穿堂风吹得着凉了？风凉，我们别在这待着了，我扶你回房歇着。刚才还说你身手退步了，结果我自己更不争气。还记得以前我们一起去踏青，淋了那么大的雨我都没事，现在吹点风就咳嗽，真是越来越没用了。你可不许嘲笑我娇气。怎么会呢？在我这里，你永远是最好的。一边遗忘，一边拼凑。我也绝不会放手。这辈子，往后余生，我对你宋清然永远都不会放手半步。清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该说谢谢的人是我，一直以来都是你默默为我付出，事事迁就我，护着我。既然我们都为彼此付出了这么多，那以后咱俩就这样一直彼此纠缠下去，好不好？清然，你等等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神医治好你，哪怕是逆天改命，哪怕是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如果我终究无能为力，那你就在黄泉路上等等我，我肯定会追上你，绝不会让你一个人走。清然，你等等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神医治好你，哪怕是逆天改命，哪怕是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如果我终究无能为力，那你就在黄泉路上等等我，我肯定会追上你，绝不会让你一个人走。清然，你醒了，身上有没有哪里难受？扶风，人都有生老病死，本就是世间常态，你别这么难过。要不是为了我违了天命，你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
来到这里，遇见你，被你放在心上疼着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竟然，竟然，快跟陈太医！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是不是坐太久了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而已。刚才你是要叫陈太医吗？你突然晕倒，手也被针扎破了，叫太医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你还想硬扛？怎么这么盯着我看？是不是还没缓过来？走，我送你回去歇着。这是巡防各地名医的手札记录，还有太医的诊断书。阳城江大夫善调女子体虚，速成李大夫专攻脏腑暗疾。禀王爷，王妃已生机渐尽，药石无医，臣等实在无能为力。求陛下遍寻天下奇人，救王妃宋清然性命。若能如愿，臣万死不辞。我一直以为瞒住了他，原来他早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他一直都陪着我装没事，陪着我过安稳日子，把所有的担心和煎熬都一个人扛了下来。王妃休息了吗？回王爷，王妃似乎去了您的书房。书房？若千年的光阴轮回里，是否只为寻觅着你？或若所有月明圆缺，或是阴晴，都只为了你。谢夫妇，你早就知道我的身子撑不住了，是不是？谢夫妇，你早就知道我的身子撑不住了，是不是？竟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就去叫太医。看来我的身体开始恶化了，别叫太医。洛洛，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谢凌风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副样子。若千年的光阴轮回里，是否只会寻觅着你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或若所有月明圆缺，或是阴晴，都只为了你。竟然，若千年的光阴我不敢跟你说，我怕一说破，你就彻底放下心，就不要我了。你想装作若无其事也好，还是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也好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只要能多留你一天。对不起，夫妇，是我太固执了，我只顾着自己逞强，却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苦。夫妇，
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事，我这辈子能遇见你，已经很知足了。你别再为我执念太深，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子。别只点头呀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以后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处理公务，就算没有我，也要好好过日子。生命宝贵，你一定要珍惜，要爱护自己。我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吗？竟然看着我。这些蔷薇花哪里来的？齐将军留步。怎么了？我听说清然身子好些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王爷前些日子递了折子，把朝堂和军营里不重要的事都推了。现在除了处理边关和朝堂的要紧事，王爷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着王妃，不让人打扰。席大将军，他们俩好不容易能安安静等待几天，你就别去打扰了。我也不是故意要打扰，就是心里惦记着，过来看看。既然没别的事儿，那正好，咱们之前的赌约还没兑现呢。你输了，要当我1个月跟班。今天天气好，你陪我去古玩街逛逛，顺便买点滋补的东西，给清然补补身子。依我看啊，江姑娘和席将军早晚能成一对。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他俩一见面就拌嘴，哪里般配了？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这个10两银子。老板，你这玉佩成色一般，根本值不了这个价，你不能看人抬价啊！小姑娘懂什么古玩？买不起就别在这儿耽误我做生意。做生意讲究诚信，你却公然欺客抬价，就不怕我叫巡街的差役过来把你抓起来？君爷饶命，小的知道错了。没事吧？行啊，席大将军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用处，果然是四肢发达，气场够足。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肯定护着你，不让你受委屈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王爷带清然去郊外踏青，可真是选对了日子。这样安安静静陪着你的日子，真好。真希望时间能停下来，永远都这样。扶风，你可真狡猾。我怎么狡猾了？我怎么狡猾了？你盼着时间停下来，不就是想躲着往后变老的日子，只想留住现在的英俊模样吗？还是你最懂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生老病死本就是常事，日子总要往前走的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好，都听你的，顺其自然。等你身子养好些，我就带你去江南。6月里荷花开得正好，咱们租条小船，在湖里慢慢飘着，看满池荷花。好。等秋天了，咱们再去塞北。草原上的落日染红半边天，夜里躺在草地上，星星满天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晚一样。四下安安静静，就咱们2个人。等玩够了，我们就回王府守着蔷薇，早上看花，下午煮茶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给，你最喜欢的兔子。
好甜。不算不算，这局我走神了，根本没认真下，不能算我输，咱们重新来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算，咱们重新开局，这一局你一定会赢。清然，清然，不算不算，这局我走神了，根本没认真下，不能算我输，咱们重新来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算，咱们重新开局。王爷，王妃体内生机已然耗竭，如今全凭一口心气勉强吊着，我等穷尽所学，实在再无医治之法，无能为力了。千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孤单的。这些都是好不容易才寻来的好药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稳住清然姐的身子。这些日子，我跟着你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药铺，又来这深山里找隐居的老药农搜罗了草药真材，这么多，总能有一样是有用的。系统，系统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你出来啊！什么破系统，关键时候就装死。清然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别哭了，咱们先把这些药材带回去，说不定真的会有用的。你警告！警告！数据错误！没用的东西，除了报错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警告！数据错误！没用的东西，除了报错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清然，你醒了，身上有没有哪里难受？扶风，人都有生老病死，本就是世间常态，你别这么难过。要不是为了我违了天命，你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从来没有后悔来到这里，遇见你，被你放在心上疼着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清然，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相见吗？你浑身是伤的倒在百步崖底，我好心上前，你却冷着脸冲我发脾气。那时候我觉得这人怎么像只刺猬一样，脾气又臭，说话还扎人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后来我会那么爱你。清然，你知道吗？那时谢家满门战死。我只觉得就这样死了也无妨。我还记得，当时是你突然出现，不仅替我包扎疗伤，还笑着打趣要我以身相许，告诉我我不是孤身一人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满天下找你，想找到你兑现那句承诺。我明明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可为什么你带给我的是生机，我带给你的却是死亡？知道这样，我宁愿当初一直找不到你。傻瓜，能遇见你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答应我，等我走了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处理公务，好好生活。我绝不会让你就这么走了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把你留下来。等我走了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处理公务，好好生活。我绝不会让你就这么走了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把你留下来。清然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把药材带回去给你熬药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紧急修正通知，宿主江洛，本次穿越攻略任务存在系统下发错误，原定攻略目标安定王谢扶风，现修正为镇国大将军袭封，任务实现不变，任务完成奖励本世界永久居住权加1次规则内生命修正权限，
任务失败惩罚神魂抹杀。任务下发错误，真不愧是被骂了一路的狗系统，居然从一开始就把攻略对象弄错了。你要死啊！等等，规则内生命修正权限，这个能覆盖侵染的任务失败惩罚吗？原则上可以。洛洛，你没事吧？江洛，你别太担心了，侵染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西风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在下鲁莽，错怪了江姑娘。赔罪就不必了，就是别忘了我们刚刚打的赌，你可是输了，记得履行承诺。愿赌服输，我西风说话算话，自然不会赖账。我先去找扶风，告辞。是。我喜欢你，你看着大大咧咧，其实心特别细。你善良坚韧，跟你相处的时候，我不知不觉就被你吸引了。傻瓜，幸好是你。什么意思？目标西风好感度100%，攻略任务圆满完成，奖励发放。本世界永久居住权，一次规则内生命修正权限。选择使用对象，目标西风好感度100%，攻略任务圆满完成，奖励发放。本世界永久居住权，一次规则内生命修正权限，选择使用对象。既然，醒醒，我们到百步崖了。扶风，这里是百步崖底，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。扶风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千万别做傻事。3年前，你在这里救了我的命，给了我活下去的念想。从那天起，我的命就归你了。你总怕我为你执念伤身，刻意推开我，装作不在意。可你怎么不懂？若是没有你，我独自一人活在这世间，和行尸走肉没两样。当初是你拼命为我求得生机，如今就让我也替你做些什么吧。扶风，不要！我谢扶风，愿以自身全部气与毕生阳寿作为献祭，只求换解除宋清然的任务惩罚，往后无病无灾，长命100岁。接收到关键人物谢扶风的委托，献祭倒计时开始。谢扶风，我不要你用命换我，你快停下来！接收到关键人物谢扶风的委托，献祭倒计时开始。谢扶风，我不要你用命换我，你快停下来！5、4、3、2，献祭中断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死了清然怎么办？除了献祭，我再没有别的办法能救他。我有办法救他。系统，我要使用生命修正法器，目标宋清然，治愈他所有伤势，恢复他的生命。接收宿主的请求，生命修正权限已使用。清然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西风，你居然说我的宝贝古董花瓶是花瓶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古董花瓶就不是花瓶了？我不管，谁都不许说我的宝贝古董，看招！不算，这局你又偷偷让我了，不算赢。咱们再来一局。谢扶风，你再让我，
今晚你就去睡偏房。那我要是赢了你呢？那你也去睡偏房。你这是什么规矩？我不下了还不行吗？要是不下的话，也睡偏房。宋清然。